卓越的营销管理从这里开始。你好，我是孙晓东。好了，继续我们的学习啊。开盘前工作计划清单，老师提到了啊，一个完美的开盘前要做非常繁杂的工作。在万达时期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工作管理的一个小工具啊，开盘前的销项计划。一个开盘要销项228项准备工作，一个开盘的完美诠释是需要有228项基本工作组成的。然后在开盘前啊，不管是沙盘制作呀、样板间、VCR 很多销售道具，包括人员培训，还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都在这短短的2-3个月之间，还得要售楼处建设过程当中啊，陆陆续续的工作全部在一个最繁杂的时间里边出现了。那么如果你没有一个系统的管理工具手段，没有一个销项清单的话，很有可能落项。开盘哟啊 DM 单没印出来，开盘哟这个沙盘模型啊什么地方安装没到位，就会对你的开盘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说开盘前准备工作内容，其实每项内容并不复杂，都是有经验有传承的。但是如果把这些复杂的工作放在一个时间段在里边要完成的话，需要我们的营销操盘手有清醒的头脑，必须还要有详细的工作计划。那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环节我们要关注什么内容啊？那么开盘前工作计划清单大体上是分为4个维度，我们逐一给大家讲一讲这4个内容啊。每个章节的工作量还是蛮大的，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章节啊重视。那么这个章节里边分别讲4个内容，第一个就是销售团队架构的搭建以及管理制度的制定。一个暗场如果没有个制度啊，年轻人在这里边工作就会出现啊忙而无序啊，工作业绩效率无法达到最高的境界。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售楼处开放之前要制定一个严谨的有序的支持工作的工作制度啊。第二个，团队组建人员招聘及培训，招什么样的人，如何有效的培训，是我们能够啊取得业绩的一个保障。就是营销要有一个能打硬仗的团队。我们经常开玩笑的说，一个团队有没有执行力，这个执行力全赖于我们招人以及培训这个环节。第三，暗场服务质量的确保。就客户现在非常的聪明，我们的客群几乎都是很成熟的客群，都买过商品房。我们在19年有个大数据啊，客户平均停留暗场6个小时，不管来1次还是来2次还是来3次，只要他待足6个小时，他是否买你的房子他就了然于心了。就是面对现在越来越成熟的这种市场表现的客户，那我们的销售暗场的服务必须要到位啊。这些个软性服务，包括这些个保安保洁的它的表现，会对我们的成交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啊，做好暗场的服务质量工作也是我们营销很重要的工作。第4个工作，依照动线设计销售道具制作安装，就你的道具是否科学有效，客户参观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跟看话剧一样，行走的话剧，它能不能入镜啊入戏，产生消费冲动，动线设计也是门科学。那么我们在这个章节里边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这4个技术环节的关注内容。那么讲第一个知识点啊，销售团队架构搭建以及管理制度的制定，是吧？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无规矩不能成方圆。一个企业必须要管理的制度，那么一个售楼处也要有一个高效的有效的管理制度。那么我们在开盘前准备期首先要干的事情就是要把这个法律把这个制度把它建立起来啊。关于团队的架构以及用什么样的管理方法来管理团队啊，这个制度建设是我们首要的要完成的工作。制度管理是暗场管理的基础与核心。我们每个销售人员每天干同样的事情。你看我们工程部设计部我们的管理方式叫计划管理，或者是叫进度管理今天挖坑土糊匠，明天试装，后天主体。我们可以用工程进度来管理我们的团队，就是每一天干的事儿都不是过去的事情，都是新的事情。所以的话呢，工程设计成本的时间过得好快。但是营销不一样每天接客户谈销售说辞，签约必定成交周而复始干一件事情，3-5天之后，这些年轻人干嘛呀？就都会出现倦怠、疲劳。所以我们一般管理暗场会有几个管理方法比如说会议管理，每天开晨曦会，早晨给大家鼓劲儿，晚上总结，以天为单位来激励团队，是吧？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团队的这个绩效考核绩效管理，还有什么呀？团队建设，是吧？让我们的团队干什么呀？
在一起吃吃喝喝，这个频率要比别人高，让我们团队形成凝聚力。那么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制度管理。所以我们让年轻人工作是吧？要高速奔跑，必须要把赛道规范清楚，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是吧？所以我们的暗场制度的制定是一门科学严谨的管理手段。那么一般我们暗场制度会接触3个内容，就是有3个制度来管理我们的暗场。第一个当然是公司制度了，是吧？你作为公司的一个员工，你要恪守公司的各项制度规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暗场的操行制度，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什么时候开会，什么时候接访客户，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这个制度必须要有。第3个就是我们的绩效管理制度，就是我们要通过奖励考核大家都符合这个章程，统一的奖罚fair play 原则，来保证暗场高效有序的完成工作。所以我们暗场的管理制度比我们财务行政人力这个部门的这个制度更加的有弹性，不单单是靠一本公司制度来完成工作，更多的是靠我们的专业技能的这种暗场管理制度，以及我们的绩效考核制度来保证年轻人在正确的轨道上高速奔跑。那么我们的架构新时期的暗场管理架构其实比我们过去的架构会更加偏重于暗场接访环节，就是我们的销售员以前只负责接客谈客，但是现在很多暗场把我们的获取客户这个环节也放到了销售部，叫销售一体的打法。销售员不但要接待客户，作为置业顾问来接待客户给客户讲解产品，同时还要主动出击去找到客户去周边的企业做团购这个发动这个同行来帮我们卖房子全营销是吧？还要去做一些个老客户维系所以我们说现在到访的指标也会压在销售部上销售部的经理要管理我们的电抠团队、电抠指标包括客户资料老带新包括什么这个地推动作包括全营销包括渠道公司的管理其实暗场经理的管理内容范围越来越大了。他不但要关注于转化率，更多要关注于到访量。因为什么？我们的到访量组织不是像以前一样打广告了，靠策划部来完成了。我们现在很多渠道管理也好，自己的销售一体的打法也好，都是销售经理在管。因为什么？很简单，第一，你接触客户多，你知道客户是谁；第二个就是你的人多，所以你多做些工作很正常。所以我们说现在的暗场线其实销售经理干的工作比我们策划线的工作要更加的要具体全面一些大家也必须要理解我们是市场化的一个部门，所以我们必须要依据市场的变化来调整我们的工作权重甚至有些公司在暗场方面不放策划经理了，就一个经理来干。因为什么？打法统一了，推广标准化了，是吧？技术动作、策划的工作基本是规制式输出了基本没有什么太多的工作，所以经理级别也可能减员增效，由暗场经理来代理，很正常那我们策划部呢，除了过去的我们说的推广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活动组织也好，现在又增加了什么媒体组织如何精准的去推广媒体，一对一的去说服客户，精准导入客户，包括我们的内容是吧？广告内容更加的事件化，更加的标准化，更加的这种聚焦化。那么我们后台客服的工作基本还是围绕着3个维度。第一个是信息管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产品信息销控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价格信息是吧？查价格包括我们的这些开盘信息信息管理。第二个就是合同签约包括我们的回款，这3个工作还是我们后台客服人员关注的这个架构基本上是目前我们所有标杆企业在暗场这个维度使用的架构。那么给大家再展开一个讲讲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2级管理，就是城市级别的营销部门关注什么内容左侧2个部门呢，是我们过去的关于产品市场组的产品力的一个确保让我们的项目工程部门来配合我们出好产品。第二个就是宣传推广来把关做宣传内容。但是新时期我们叫销售一体的这个战略或者城市级营销，更多的关注于我们的计划指标的完成。我们很多的在城市区域或者是项目以上级别的或者是大区的这种配置里边增加2个部门，一个是大数据中心一个是暗场支持部门，组织看房团像恒大那样的是吧？但凡一个项目开盘，要组织周边几个项目的资源向这个项目倾斜，进行团队型的大团队之间的这种配合战役，是需要我们这个跨项目的，需要城市公司来负责组织。所以我们说现在当下2、3级联动管理联动也是我们的一个核心逻辑。如何把我们的1级市场
1级的暗场和我们的2级的城市公司以及3级的这个区域公司的资源进行有效的这种平台整合，是我们新型营销管理的一个特征。我们叫城市级营销。城市级营销的核心就是不要靠一个项目单打独斗，通过城市的几个项目覆盖了不同区域的地缘客户进行横向交集，把东城的客户拉到西城来，来解决渠道干扰。我们说渠道绑架开发商的核心不是开发商的这个渠道强渠道的销售员没有我们的强，是由于我们的地缘客户不够用了。以前我们打地缘客户不需要渠道，现在地缘客户量不够用了，我们只能跨区域让别的渠道带别的区域的客群来我们看我们项目。如果我们在别的区有自己的友军部队的话，把跨区域的客群导入到暗场的话，就不需要渠道了。所以破除渠道这个绑架的核心就是我们在一个城市里要多建项目，按照祥生的战略叫做什么择域深蹲战略，就选择城市进去要多做项目，是吧？比如说碧桂园也是一样，包括这个融创也是一样，进入一个城市一定要多做一些项目，靠城市项目密度来覆盖更多的地缘客户，靠各项目之间的横向联动来解决渠道绑架开发商的问题。你如果城市密度够大的话，你城市的资源掌握的够全的情况下，而且让城市级别的这个管理人员管理这些资源的话，你就不会出现渠道来绑架你。所以要想打得好，不想渠道绑架，还需要自己的这个资源整合以及自己的管理架构要比渠道要强，这样的话就能破除渠道的绑架。那么架构确定好之后了，我们要设定是每个架构的岗位的工作的这个内容我们一般暗场管理分为3个维度就是我们的暗场线、策划线、后台线。那么我们营销一把手、营销总监就好像一个球队的经理一样，要学会经营这个球队怎么让我们的球队得分呢赚钱呢这个换外援呢是个我们叫做球队经理。那暗场经理呢，就是我们的球队灵魂，像这个梅西、C 罗这样的，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够解决业绩的。我们的策划经理呢，更像技术顾问如何保证我们的球员如何去这个参加比赛呀，如何去练习确保我们的技术是领先的。后台客服经理呢，更像后勤主管你的这些个衣食住行生活便利包括这个工作需要的一些个道具回款工作、签约工作都是由这个后台经理来干的。就是我们的岗位的确定是很重要的。但是要给大家一个提示但凡一个岗位的工作重心不能超过三个事儿。一旦你一个岗位要管5个事儿、10个事儿的话，你的精力是有限的你哪个事都管不好。所以一旦工作量大了，一定要把级别拉开，把这个岗位拉开，让我们每个岗位要负责3个以内的核心管理内容。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才能有的放矢，才能深入有效的展开工作。你一个售楼处就放1个经理，你很多工作是只能浮于表面就要抓到访，要抓成交，要抓回款，还要抓老客户维系，你哪有这么大精力来干这个事情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合理配置我们的岗位有效的把任务指标分解，把压力分解下去这样才能高效的完成工作。不能一味的减员增效是在一定科学范畴之内的不能说我3个经理压成1个经理，你放心，你3条线1个也管不好那么第4个管理制度的组建，给大家提几个小建议。第一个制度必须明确，不同时期的游戏规则制度是要修订的，不能说一本制度我从拿地开始到清盘都这么干，不可能，是吧？包括销售管理也是一样的，首开期不需要末位淘汰，但一旦进入续销期了，一定采用末位淘汰的方法，所以你的制度需要修订的。修订制度，我们一定要跟行政、人力、财务要打招呼如果你不提前打招呼，说我们首开期是一个制度，到续销期可能要改制度，你到那时候你改了，游戏规则变了包括绩效考核，包括财务制度全变了，你会给人家感觉，哎呦，这哥们儿是不是不专业呀？是吧？这制度能改来改去的，一点也不严谨，一个项目改3次制度。其实不同时期的制度管理重心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制度必须上墙。年轻人其实纪律性很差，会议室的时候制度必须要上墙，白纸黑字写上面，是吧？让他知道哪儿犯错误了，这样才好 fair play 的管理。第3个，制度必须及时奖惩。我们不要定一些制度上我们要怎样怎样，我们不要怎样怎样，这是不对的好了怎么奖励，奖励多少钱，不好怎么惩罚，罚多少钱，必须要带奖惩。只有能跟每个团队成员切身利益相关的制度才是好制度，制度的严谨性、有效性、严肃性才能得以确保
那么给大家几个我们平时用到的一些个制度内容啊，关于团队的绩效考核惩罚的奖惩制度啊，包括认筹考核奖励制度，包括职业顾问每月的销售任务指标考核奖惩制度啊，包括库存滞销房源的销售奖惩制度，包括库存滞销房源的豪宅销售奖励办法，包括豪宅主推房源销售奖励办法，包括职业顾问签约回款的奖励办法所以我们说要想一个企业员工们高效的这个管理工作，你的制度是必须要有根据我们不同的这个难点工作要有一些调整，就这些个奖励方针是要随时根据我们的企业需求、管理需求进行调整。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会议制度大家发现一个现象，营销的会多是吧？如何会开会是体现出一个职业管理者的一个管理情商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什么会站着开，什么会坐着开，什么会开长会，什么会开短会，跟什么样的人开会是吧？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经常开玩笑的说技术管理会绝对不让销售员参与，销售员知道你要怎么管他了，他就不会顺从了，他剧透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说日例会一般都是给销售员开的，站着开；晨会、晚会多少开多长时间；周例会是给策划部开的；月度会以上的是给谁这是营销一把手开的计划会，是吧？会议管理是我们营销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营销管理人必须要学会开会晨会一般站着开，不超过15分钟3个内容：第一个信息传达，今天有什么事情关注什么内容，做什么宣传推广，有什么活动；第二个任务指标布置，每个人接访自然主动约访，老客户维系指标；第三个鼓舞士气，大家喊口号是吧？15分钟结束这场战斗，不能开太长，太长的话你的能量消耗太大，销售员反而倒没有这种士气。那晚会一般不能超过40分钟，坐着开大体工作也分为3个内容，包括客户管理今天谁接了什么客户，谁成交了，讲讲他为什么成交，分享一下经验。第二个就是分享与培训，把我们好的经验总结、及时的总结分享给大家，好的方法手段第三个就是任务指标的检查及布置，今天的指标完成没有，讲成明天的指标是什么，布置下去。这样晨曦会周而复始的管理工作靠前，你的团队就会很容易进入正确的轨道。管理靠前，攻心为上，对年轻人一定要恩威并施，一定要关爱他们。第二个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自己完成工作不是自己的问题，是给别人添麻烦，一定要用面子来居住他们，用管理的手段来让他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当人有好的工作习惯了，你的团队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轨道上去。好了，给大家讲第二个团队组建、人员招聘及培训。那么我们有好的制度了，我们有好的架构了我们有好的管理方法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按照我们的预定的这种方法去选择优秀的人才加入我们的团队了。选人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选了好的人对你的项目受用终生。如果选了不好的人的话，这个人天天闹革命，天天跟领导对着干，会把整个团队的氛围搞砸。一个老鼠屎搅和一锅腥，是吧？绝对不能让这些个这个既无德又无才，还有很多这种抱怨情绪的人去到售楼处。我们的售楼处是个年轻的团队一旦出现了这种负面情绪的话，它会传染的，就像疾病一样。所以一定要选人，一定要谨慎找来的人之后，你过去在其他项目是优秀的，你在我项目不一定是优秀的，因为我们的项目产品不一样，客群不一样，企业追求不一样，一定要把这些高手搁在一块儿进行2次回炉，重新的培训从道德开始，从企业需求开始，从我们独特项目的产品营销的说辞、讲解、技术动作开始，要做系统的培训，很重要当下房地产营销管理最短的固铜板就是销售员的输出环节。我接触了很多管理人员这8年的培训，我们百强企业走了91个企业，然后我培训的高管已经将近3万人。就很多我的学员跟我打招呼，孙老师我们现在营销最让我头疼的就是现在销售员再好的产品到他嘴里边也讲不出来，再好的客户，再优质的客户，被他说几句反而他不买了，买了隔壁了，还不如没有他了。我们现在的销售员的水平的低下，是我们现在一个中国地产圈最普遍的一个痛点。当然了，不是说年轻人不努力，是由于我们现在的规模跟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我在04年拿了一个证房地产经纪人证，我的证是13000多号，15年转成全国的。那个时候取证的经纪人就是具备考核上岗条件的经纪人有13000多人
但是我在19年问了问我们国家教育部的这个关于营销房地产相关的这个考试老师，中国有170多万人拿这个证。中国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干营销的暗场销售员有800多万人之众，从10几万、几十万，现在到几百万，是由于我们房地产近10年我们规模化发展啊，房子盖得越来越多，我们的从业人员要求啊越来越低了。有800多万人参与这个庞大的行业当中来，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考核，甚至有些小城市、4、5线城市都没有房地产销售经验的人，大量填充到暗场啊。卖过车、卖过手机、卖过保险，啊，过来卖房子，啊，效果一定不会很好，因为他不懂这个理论，没有经过系统的这个培训，没有经过过去成功失败的经验的这种洗礼，所以这些人的水平很难达到我们企业的需求。再好的水源、水龙头是生锈的，出来的水你也喝不了。所以我们说销售员的招聘环节一定是要谨慎，而且来了的销售员一定要重新在我们的公司里边进行2次的培训，狠抓暗场培训是我们暗场表现最重要的技术手段。那在融创就很好，然后给每个人销售员一个录音笔一个胸针，每天说的说辞必须要记录下来，销售经理、主管要去听，是吧？要通过我们的技术手段来约束我们销售员，不要胡讲乱讲，不要给客户瞎承诺，不要讲那些不到点的地方，反而把客户挤兑走了，买了竞品了。所以狠抓招聘环节，狠抓销售员的培训环节，是我们当下营销能做的最重要的转化客户的一个技术手段。相信孙老师一定要把这个环节做好那么面试销售员，我们一般会问销售员一个问题：你做过销冠吗？你如何成交业绩的？得到的答复呢，一般都是3个第一个，运气好我这个人天生适合干营销，命好，招财猫的命，是吧？别人接客没意向，我一接就有意向。第2类，技术上乘，是吧？接3个，别人成1个，我成2，能说。第3类，踏实勤劳听话我的经验是选人一定要选 C 运气早晚会用完技术好只能证明你在上个项目技术好，而且这些个但凡能说会道的销售员，他是很固执的，他们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销售习惯。不同的项目对销售员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不带着一个空杯心态、一个谦逊的心态的话，你要用过去的经验来卖新房的话，很难实现突破。所以我们要找那些底子好的、听话踏实愿意去再学习、愿意按照公司的这个新的要求去工作的这些年轻人看他的质素重不重要。而且这些个面似憨厚老实的人，给客户的感觉也是非常非常的友善的，容易去取得客户的信任。你看我们10年前卖房子都是一些帅哥俊男靓女，是吧？漂亮小姐姐。但你发现一个现象没有？现在暗场的销售员的质素，就是我们长得美丽与否，这个质素比过去有大幅度的这个下降了。这些美女帅哥跑到哪儿去了呢？不是我们招聘招不到这些漂亮的这个美女，而是我们的管理人员诚心不招这些个油光水滑的这些年轻人。这些个长得漂亮、长得帅的，给客户的感觉并不是这么的好。哎呦，这个小伙子能说会道，长得这么帅，是吧？他嘴皮的功夫这么强，这么能白活，是不是他忽悠我呀？是吧？那么如果旁边有一个销售员是憨厚老实，长得跟憨憨一样的，是吧？这个人是老实可靠，我跟他交流，是不是他卖房子更加诚实可靠一些？因为我们现在的客户都是成熟客户了，他们多余了，不像我们15年前的这种70后、65后的客群，没买过商品房，容易被我们的销售员说辞百分百答所洗脑，是吧？容易相信我们的客户，相信我们的销售员。现在的客户跟我们销售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他不敢相信我们的销售员。所以的话呢，一般我们选择一些个长相比较忠厚老实的踏实肯干的人，往往反而能够降低客户的这种疑心容易接受我们的产品。所以我们说选人很重要一定要选那些个听话老实这样的销售员。那么招聘销售员绝对不能在市场上招聘但凡现在来你公司面试的，都是那些个被其他公司淘汰掉的。所以我们说招聘销售员一定要去其他同行去挖的人，不但挖的是人才，还是挖他的资源。所以在一个新团队组建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事情，就是通过彩盘认识我们的同行，把我们同行的销售员挖到我们暗场来。你挖的层级越高，挖的这个销冠的这种数量越多，对暗场的保障就越强只有2高才能挖到人
啊，第一个是高工资，第二个是高职位啊，你能不能组建一个全部是由主管组成的一个团队，对于你的销售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帮助。所以在项目组建初期的时候，千万不要舍不得给基本工资啊，你工资低的话没人来啊，而且在项目组建初期的时候没有业绩表现、没有提升的情况下，这些员工们全靠工资了，一定要用高工资来挖掘好人。第二个就是高职位啊，你在旁边做销售经理、销售员，到我这干销售主管，后来招了10个人，我们这是主管起步啊，所有的销售员都是以主管起步，这样的话你的暗场销售率非常非常高啊，能实现对客户的有效挤压啊。人的水平是差别非常大的啊。我们在一个标杆企业在北京干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实验，他招了2个团队 ，A 团队啊一共是10个人啊，每一个人都是精英级别的，工资是3万块钱。B 团队招了30个人，也是高级置业顾问，但都不是精英，一个月工资是1万块钱。那么这10个人和30个人进行同样市场的这种拓客、获客、卖豪宅，最后只能留下一个团队。最后大家知道哪个团队胜利了吗？10个人团队打败了30人团队。就是我们说，一般卖高端产品的时候，我们看的不是人的数量，而是每一个人的单兵作战能力，以及你的市场的这种阅读能力和你的人脉资源。3万块钱一个月招来的人，他认识的人，他的市场资源整合能力一定会比1万块钱招来的人效果好很多。所以我们说干营销的人啊，不一定要光靠数量取胜，你的每个人的能力、每个人的视野格局、每个人的资源整合能力啊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舍得给工资，只有工资高了才能招来好人，只有好人来了才能使你的暗场表现啊更加能打赢同行。那么我们培训销售员必须要干一个事情，就是让我们的领导和我们的管理团队和我们的销售员打成一片，大家像兄弟姐妹一样。你看融创有一个企业文化非常好，叫无总称谓，公司里边没有老总，见到董事长孙宏斌了，喊谁啊？喊老孙啊，喊斌哥，是吧？啊，都是哥哥姐姐。为什么这么干呢？只有这样的话，大家像一个家庭一样啊，彼此温暖，互相协助。所以融创的企业文化里边啊，这种家庭般的温暖是非常非常的这种浓郁的，而且他们的企业文化使命般的激情，是吧？大胆启用年轻人，年轻人大家的这种团队凝聚力是更强啊，吃喝在一起啊，这样形成一个这个在工作之余的一种体系保障，能够保障我们的工作，大家一起互相搀扶，向目标冲锋。所以我们说，要想做好一个优秀的管理团队，必须要形成一个企业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凝聚力，让我们的年轻人在一起，形成一个什么啊，不分你我，彼此互相帮助的一个家庭氛围。那么激活团队领导必须要身先士卒。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叫先近后远的原则。什么叫先近后远啊？就是在售楼处开放之前，没有接触客户之前，你的经理总监要放下架子，跟我们的销售员打成一片，大家像兄弟姐妹一样在一起吃吃喝喝，喝大酒啊，去爬山呐，啊，互相搀扶做一些事情。但一旦进入到赛季了，啊，总监一定要脱离暗场，不能跟销售员天天在一起，要靠管理架构，要靠主管，要靠经理来管理暗场，是吧？如果你总监天天跟销售员在一起的话，那销售员就不会屌经理和主管了，这样你的管理架构就失效了。还是要靠管理制度、靠体系来管团队。所以我们说，营销总监叫先近后远，在培训期可以跟兄弟们在一起，但一旦进入赛季了，一旦接触客户了，就一定要退出来啊！最后跟兄弟们交心的时候，就是靠冲指标、鼓劲儿的时候你再出现。所以说，我们说一个员工是否忠诚于一个企业的核心来自于你的企业领导啊。员工的忠诚度来自于8个方面，来自于企业的信任，来自于企业的尊重，来自于企业的重用，来自于企业的待遇，来自于企业的信誉，来自于企业的关爱，来自于企业的理解。但是这8个忠诚度的表现，其实核心还是看你的谁呀？项目负责人。李云龙说过一句话，是吧？一个部队的气质，很重要的来源于什么呀？他的部队首要领导，你的团长是不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是吧？一个李云龙带新一团，是吧？带这个团的时候，之前谁也不认识他，通过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团变成了非常大的杀伤力，那么来源于什么？就是你的这个领导他的作风，是不是工作靠前，是不是带着兄弟们一起共同来攻坚克难？这就是我们团队的需要的这种团队凝聚力啊。凝聚力在8小时之外，工作是严肃的，工作之间不会你帮我帮你，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才是体验一个团队凝聚力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所以你看，我们营销管理工作有一个管理方法手段叫什么？团队建设，
是吧？工程设计成本啊，一个团队可能1个月2个月吃一次饭，我们每周都要跟大家在一起吃饭，团队建设搞些事情。为什么？很简单，是吧？通过这种家庭般的温暖，让大家在工作之余享受一个这个团队的一个这个温暖，这样的话能够团结大家共同努力。所以真正的一个操盘手，你的职业情商表现一定在8小时之外关爱你的员工。接下来给大家讲培训培训必须系统有条件的话，培训必须要请专业老师来培训我们很多操盘手都是干营销管理起家的，但培训你们不是像我一样擅长培训，是吧？如果没有好条件的话，自己来培训；有条件的话，一定要请外部老师给我们做系统的培训，策划类的，关于市场跟踪、媒介计划、广告文案、平面表现、活动组织、开盘方式等这样相关的培训；销售类的，客户分析、报价、定价、促销、销售讲解、接电接访接待技巧、团队这个技巧成交挤压、SP 必定，包括回访技巧，这些内容全部经过系统培训。经过培训的 COCO 销售员和没有经过培训的 COCO 销售员打电话约访客户的这个语气腔调都是不一样的专业和不专业一比就比出来了包括售后服务类也是一样的如何做凝聚力如何做激励如何做回款计划这些个培训必须要专业的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研发出来的一个课程叫做杀手训练营，是专门针对暗场的销售员的一个培训，大家有时间可以关注一下关于我们如何去通过外囊老师给大家做一个系统的培训。销售员的培训一共分为8大类知识内容，一个销售员不是这么容易完成的。一个金牌的职业顾问要关注于8项内容。第一个，房地产营销理论知识为什么要开盘分片认筹？卖房子跟卖汽车、卖安利、卖保险是不一样的，是吧？职业顾问素质培训及企业文化教育，包括团队凝聚力培训和执行力拓展。一个有凝聚力的团队和没有凝聚力的团队的暗场表现、业绩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职业顾问的专业知识培训、项目专属销售说辞培训，包括团队 SP 配合。销售是个长周期，买车买手机1次2次到访成交，买房子要长周期多次接触客户，客户很纠结犹豫，我们需要团队的不同兵种来配合挤压客户，所以团队配合是我们营销的一个特征包括陌生拜访、协同一体技术，包括日常工作管理、客户管理及业绩管理的能力。所以我们说培训一个销售员，你的培训越系统越专业，日后打仗的效果越有表现。最后做一个总结成功路上没有捷径，狠抓入口，狠抓招聘，系统培训，严格管理才能是最短的路径，才能让我们的团队具有战斗力、执行力，跑赢同行打赢业绩歼灭战。